一个20岁的美国环保高材生跟家人来日本旅游，因为妈妈用 AI 规划行程，两人大吵一架。随后，他独自走进京都深夜的深山，关掉手机定位，彻底人间蒸发。大家好，欢迎来到和田先生的频道，我是 Alex。今天我们聊聊一场震惊美日的失踪案。2026年5月25号，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家4口开心地搭飞机来到日本，他们要庆祝小儿子国中毕业，20岁的大儿子也一起随行，他叫韦斯顿。韦斯顿是美国奥本大学的高材生，主修环境工程。他身高超过1.85米，一头金黄色的长发，在人群中非常醒目。5月29号，他们全家抵达了京都。本来应该是完美的旅行，意外却在当天傍晚发生。当时他们住在京都的酒店，因为房间狭小，4个人挤在一起，精神都很紧绷。傍晚6点钟，韦斯顿和妈妈发生了激烈争吵。吵完架，韦斯顿情绪激动，他拒绝和家人去原本安排好的寺庙，他想一个人冷静，于是独自离开了酒店。一开始，父母没有太担心，韦斯顿已经20岁了。而且平时独立性强，有丰富的户外露营经验。在美国，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喜欢去树林散步。父母以为他只是在附近逛逛。为了安全，全家平时都有用一款叫 Life 360的手机定位软件。韦斯顿出门后，母亲看着定位，不断传信息给他。定位显示晚上8点15分，韦斯顿到了京都车站。接着他搭上火车，去了一家连锁五金卖场买东西。随后他又坐上电车，往京都东边的山科车站移动。看到儿子离市区越来越远，母亲慌了，她狂传信息追问：你到底要去哪里？这些讯息让韦斯顿感到被过度监控。晚上8点29分，地图上的光标停住了，韦斯顿主动关掉了手机定位和网路，他彻底断联了。全家这下真的慌了，因为过去不论走多远，韦斯顿从不关定位。他们在酒店等到凌晨2点，韦斯顿还没回来，电话也不通。父母立刻跑到东山警察局报案。日本警方高度重视，调阅了沿途所有监视器。在山科区的住宅区街道上，警方找到了他最后的身影。画面里，韦斯顿一个人走着，他穿着印有蜜蜂的白 T 恤、淡紫色长裤，手上提着帆布袋。他正一步步朝着昆沙门堂后方的森林登山步道走去。这是他最后的画面。警方从6月2号开始，在东山山脉展开大规模搜救，动员了100名警力、搜救犬和直升机。但天公不作美，关西地区突然遭遇强烈台风袭击，京都山区下起暴雨，刮起狂风。恶劣天气让搜救陷入地狱困境，山路全变泥泞，还发生了土石流，大雨洗刷了气味，搜救犬无法追踪，厚重的云层也让直升机的热成像失效。警方在密林找了72小时，毫无发现。到了6月5号，因为天气太差且时限已到，官方宣布暂停搜救。韦斯顿的父母陷入绝望，但不想放弃。他们在脸书和 Reddit 发文求救，请求日本在地人帮忙。这时，人性的善良展现了。许多素未谋面的日本志工站了出来，有人从东京坐电车赶来，帮忙发传单和翻译，甚至有日本老板直接让公司放假1周，亲自来搜山。国际网友也发起募资，几天就筹到了4万美元。6月6号，家人用这笔基金雇用私人救援队和大量日本职工一起深入警方之前没搜到的死角。悲剧还是在当天下午落幕。下午2点35分，一组志工在昆沙门堂寺庙附近的崎岖深山里发现了一具遗体，身形衣着跟韦斯顿完全一样。隔天6月7号，警方确认了身份，就是失踪1周的韦斯顿，他永远留在了这座大山里了。他的母亲在脸书悲痛发文：我们的心碎了，这种痛苦无法形容，我们会永远爱你。
大家一定很好奇，母子俩为什么会吵得这么严重？背后的原因竟然和现在最火的 AI 科技有关。前面说过，韦斯顿学的是环境工程，他热爱大自然，为了环保改吃纯素，出门都带着生态书籍，他的理想是保护地球。但在这次旅行中，母亲一路上高频率使用 ChatGPT 来规划行程、查交通。普通人觉得这很方便，但对学环境工程的韦斯顿来说，这踩到了他的底线。大型 AI 模型在运算时，背后的数据中心需要消耗极大的电力，为了冷却系统，还会浪费大量干净的水。韦斯顿认为，为了一次观光就无节制使用 AI 是在破坏地球。这不是偶发的小争吵，是累积已久的观念冲突。在酒店里，两人的情绪被无限放大，韦斯顿感到窒息，觉得信仰被否定。他产生了强烈的想逃离这个地方的冲动。他身上那件写着拯救蜜蜂的 T 恤是他最后的宣言。他出门没带登山装备，只穿了一双普通的网球鞋。他只想赶快走进大自然，找回平静。但他低估了京都山林的危险，那里山区地形崎岖，小路错综复杂，再加上突然下起的台风暴雨，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深夜迷路非常容易导致失温或坠落。这起案件在 Reddit 和日本论坛引发热烈讨论，因为日本警方找到遗体后，声明非常简短，只说排除他杀，但没有透露具体死因。不透明的操作给了阴谋论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在海外 Reddit 论坛，很多人支持自杀论。网友指出，家人在初期发文时就提过担心韦斯顿的精神状态。阴谋论者提出几个疑点：第一，他故意去五金行，谣传是买了特定工具。第二，得知父母用定位追踪他时，他立刻切断了所有网络和 GPS。第三，他选择在台风暴雨前夕深夜走向无人的深山，这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迷路，更像是一场精心计划、拒绝被找到的自我毁灭。在日本论坛上，则有另一种声音，日本网友认为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山难。因为那座山紧邻着住宅区，只是开发程度很高的低矮丘陵。一个20岁的壮汉，就算遇到暴雨，顺着斜坡往下走，半个小时就能看到民宅。因此，小道消息质疑警方隐瞒细节，是因为真相很难看。网友推测，他可能用了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警方为了顾及死者尊严和家属要求，才封锁消息。当然，网络上也有理性的声音。登山专家指出，暴雨密林容易引发严重失温，人在失温神志不清时会产生幻觉，反而会往更黑的地方走。加上网球鞋不抓地，在泥泞中滑落山谷受重伤，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故。这场悲剧在遗憾中画下句号。一个有大好前程的年轻人，生命永远停在了异国的山林。科技拉近了距离，有时却也成了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韦斯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找到了他想要的平静。你对这起事件有什么看法？父母用软体随时监控成年的孩子，是爱的保护，还是让人窒息的束缚？欢迎在下方留言写下你的想法。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开启小铃铛。我是 Alex，我们下期影片再见。